徐有贞不过20有余，婚姻与母职的重负早已压身。她与丈夫同属朴素的打工人，车祝贺在银行担任面对客户的一线服务，家庭经济收支紧张，他们收入微薄，因此有贞成了精打细算的代名词。过期食物在她眼里依旧珍贵，她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奋力工作，承受双重负担。工作中常受顾客冷言冷语，但她无怨无悔，心想减轻家庭负担，便足以让她感到一丝幸福。现实却总是骨感残酷，不似旧日温柔，缺少交流，两人的甜蜜转为日常琐碎。那日，美容院的有贞遇上了突发的团体预约，工作耽搁，无法及时下班。她求助丈夫能否接孩子放学，发了无数短信，拨打无数电话，但等来的只有沉默，让她怒不可遏。夜深人静时，丈夫才踏入家门，可想而知，焦急等待的有贞怒火中烧。她向丈夫倾泻一天的激怒与不满，却不知丈夫因工作失误赶路接听电话导致车祸，而她未曾给他解释的机会。故事情节似乎将错归咎于有贞，但是车祝贺也有推动有贞从阳光少女变为愤世嫉俗者的一份力。两人肩负养育2个孩子的责任，夜半孩子哭闹，她起身换尿布，日出而作，送孩子赴校。工作后回家还要收拾狼藉的客厅，有贞独自一人承担着家庭的重担。她的丈夫为这个家做出了怎样的贡献？每日起床上班，却怪则有贞忘洗衬衣，夜归便入梦，丝毫不知家事烦忧。明明是4口之家，却活得像个无牵无挂的单身汉。唯一区别，有人操持他的衣食住行，床铺温暖，衣物洁净，一切都是理所当然。另一边，有贞的母亲状况日益恶化，为了母亲的疗养费，有贞绞尽脑汁，节俭成性，背后有她的苦衷。而她的丈夫只顾自己的享乐，为了提早下班而购置昂贵的游戏机，工作犯错，失去升迁良机，家庭经济雪上加霜。那晚，有贞为孩子取尿布，意外揭露了丈夫的秘密。接下来，有贞的话引人深省，但丈夫对家庭的真实境况一无所知。面对丈夫的漠视，有贞将委屈深埋心底。丈夫愤然出走，首次萌生离婚的念头。偶遇昔日校园女神，初恋的怦然心动复苏。几年过去，学妹依旧风华绝代，祝贺的心中泛起往日温柔的波澜。回忆起那段悠闲的大学岁月，并非只是学业，也有为生计奔波的日子。正是那份兼职工作，引领她遇上了命中注定的他。目光交汇的那刻，她已梦想着未来的家庭。慧媛出身显赫，是独生女，她厌恶那些以金钱博取欢心的男性，她更倾心于祝贺的真诚。那个夜里排队只为她得到偶像亲笔签名的男人。那天音乐课前的慧媛主动约祝贺共赴电影之夜。祝贺虽伪装镇定，实则喜悦难抑，心中波澜澎湃。为这约会，他穿上久违的西装，喷洒了那股刺鼻的香水。没想到途中遇见了未来的妻子有贞。那时的他还是个活泼可爱的高中生，正是这次邂逅，让祝贺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那个不耻之徒在有贞背后窥视，趁人不注意伸手向他的隐秘之处。有贞的坦率本性使他不会容忍这种行为，他果断反抓那只骚扰之手，现场揭露其行径。在繁华都市的公交车上，这样的事故并不罕见，当众被揭穿，那人羞耻欲变，还要求有贞找出证人。四周却无人站出为有贞发声，对有贞的侮辱越发无耻。而祝贺在车头目睹了一切，原本不愿介入，因约会女神而犹豫。然而看到那副恬不知耻的嘴脸，他不忍纵容恶劣行径。该男子随即被警方带走。这次事件意外地牵连了两人，为有贞与祝贺的情感添上了浓墨重彩。祝贺的勇敢行为值得称赞，却也牺牲了他与慧媛的约会。次日，祝贺向慧媛解释并请求原谅，但慧媛习惯了得到自己想要的，任何不顺他意的，他都会毫不留情地放弃。这些是祝贺大学时期的经历，而现在他面临着改变命运的新机会。在上班途中，见到一名流浪汉在地铁内晕倒，四周人都漠不关心，只有祝贺伸出援手。当祝贺准备离开时，流浪汉抓住他的手，凝视许久后，给了他2枚旧币。祝贺不以为意地笑了。晚上回家时，他发现一块新的广告牌，邀请人们改变人生，开启新篇章。但因为夜色朦胧，祝贺没看清广告牌上那位温文尔雅的男子，正是早晨那位行为古怪的流浪汉。更奇异的是，熟悉的路上出现了一个未曾有过的收费站，缴纳的过路费正好是500元。尽管价格不菲，祝贺并未多加思索，将那位流浪者赠予的硬币投入收费机。紧接着，车辆失去控制，速度激增，刹车系统也失灵。伴随着祝贺的尖叫，车子急速前冲，瞬间，他和车辆一同消失在静谧的夜空中。场景突变，祝贺从梦中惊醒，旁边并非常日抱怨的徐有贞，而是梦中女神李慧媛。他未曾料想，一次时空之旅竟改写了3人的命运。初次穿越，意外的小毛驴事故导致他手上出现一时的伤口，迫使他返回穿越起始之日。而次次穿越，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，即使知晓有贞将遇害，也置之不理，只为避免与他的命运再次交织。无动于衷的目睹有贞受辱，从此与他的爱情擦肩而过，后续不再有任何瓜葛。在准时与女神学妹赴约之后，
因为祝贺的顺从，学妹主动表达了爱意。从此，祝贺的人生道路截然不同。她从一个靠兼职为生的贫穷青年，一跃成为豪门贵族的嫁到女婿，驾驶豪车，居住洋房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可以堂而皇之地享受游戏乐趣，无需隐居在阴暗的衣橱里，也不必忍受妻子的怒气。每天上班前还能享受甜美的维他命之吻，这是祝贺梦寐以求的婚后生活。而她的职场生活同样焕然一新，曾因小事斤斤计较、苛刻无理的上司，得知祝贺的女婿身份后，态度转变，热情如春，态度180度大转弯。每天早晨，他们会主动关心祝贺，甚至帮他擦汗。穿越后，祝贺的双胞胎儿子似乎从未存在过，他对此深感内疚。原以为祝贺会真心悔改，但当他回到那豪华别墅，看到那位美丽大方的学妹，他的心情再次波动，与之前的痛苦完全不同。自祝贺做出了与过去不同的选择，有真也开始了崭新的生活。现在的他依然单身，却过得与众不同，在阳光下努力前行。这显示了男性的品行直接影响着女性的一生。现在，有真和祝贺一样在银行工作，而且他所在的机构正是祝贺所在分行的总部，为他们未来的再次相遇悄然埋下了种子。在地铁里，这位女士快要被骚扰了，那个伪君子故意移动到她身后，然后前后紧密地贴着她。历史往往惊人的重复，在有真的高中时代，也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，一个猥亵男子四下张望，见无人注意，悄悄将手伸向她的下体，为所欲为。当时因为年少无知，他吃了亏，但这次有真不会再让他得逞。就在那个伪君子再度故意靠近时，有真猛然抬腿，10厘米的细高跟准确无误地踏在了他的手上。那个假绅士痛叫一声，面露难堪。他轻蔑一笑，转身离去。离开地铁站的有真毫不介意之前的不愉快，他满面春风，满怀期待，开始新一天的生活。相比前世那个令人头疼的丈夫，无拘无束的有真更显从容。她也变成了一个幽默风趣、自信强势的女性。唯一不变的是，她的母亲因过度怀念逝去的爱人，深受老年痴呆症困扰，常常迷失方向。幸运的是，现在的有真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她可以聘请护工照顾母亲。但是，命运的纽带真的能这么轻易就割断吗？这一天，有真在便利店结账时，偶然在旁边的箱子上发现了一部遗失的手机。有真本想提醒店主，但见他那暴躁的性格，他担心手机可能会被随意处理，于是决定自己保管，等待失主联系。同事一眼就看出手机不属于有真。此时，有真的幽默天性又显现出来。当他瞥见手机壁纸的那一刻，他的心里默默祈愿，希望壁纸中的女子是他的妹妹，而非妻子。完全没想到，那个男人正是前世抛弃她的丈夫祝贺。约定时间见面时，又一次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。在咖啡厅等待祝贺的有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交给服务员保管手机后，他匆忙离开了。正巧布置门口的车，祝贺弯身拾起失物，归还给一位学生。就这样，两人擦肩而过，未曾相遇。然而，命运很快将他们再次牵引在一起。车祝贺的支行正急需增援人手，而有真恰是银行总部派来的支援者。祝贺再次见到前妻时，脑海中不禁闪现他的泼辣身影。显然，对有真的畏惧深植祝贺心底。从夫妻到同事，祝贺的未来将何去何从？与此同时，祝贺所在的支行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。一家银行若失去一个50亿大单会怎样？无疑，相关员工将立即面临问责。恰在此时，这名男员工在办公室与女同事纠缠，不慎让重要的贷款资料落入废纸篓。当他们意识到时，已为时过晚。新来的员工正将文件送入碎纸机，因银行未能及时放款，大老板决定单方面终止合同，转而与竞争对手签约。犯错的尹忠厚也准备了最坏的打算，准备提交辞呈。在这危急关头，祝贺的豪门女婿身份发挥了作用。岳父正是泡菜国企业联合会会长，而那位大老板的公司正是会员之一。祝贺抢在大老板签约前，及时求助岳父斡旋，好友的职场危机得以解决。但这一切并非全由尹忠厚所引起，他的严重失误源自祝贺穿越所引发的连锁效应。尹忠厚原是2个孩子的父亲，祝贺穿越回去，为了约会，抢走了尹忠厚的的士，不知尹忠厚因此错过挽留女友，转变为单身。祝贺大学好友与妹妹因他婚礼而结合，祝贺愤怒不已。工作中，祝贺接连收消费短信，是他妻子的购物发泄。祝贺对会员心情漠不关心，不懂附加逻辑。会员换衣时，祝贺见到冰箱过期食物，怀念前世有真的节俭，自我安慰，美人亦有瑕疵。此刻母亲电话而来，埋怨不回家过年，感觉儿子被夺走。祝贺的别墅豪车都是会员所赐，母亲语气中的委屈让祝贺心痛。上班前一天，祝贺希望会员周末陪同回家，但被宠溺的千金难以应允，不愿意去乡下受蚊虫之苦。会员抱怨乡间居所太过狭窄，轻拒祝贺的提议，见会员显露出勉强，祝贺只得失落上班。会员的任性再度爆发，大学讲师会员孤身漫步雨中，一只小狗悄无声息闯入他的伞下，用甜美笑容攻破他的心房。会员对小狗的侵扰毫不介意，反被其举动暖心，一扫之前的不悦。
随后，他偷偷卸下戒指，与小狗共赴雨中之约。祝贺沉浸在浴池的泡沫中，脑海里全是即将成为同事的有真，不解命运的再次交错，又羞涩地向会员提起在岳父公司工作的可能，只得尴尬收场。因自己曾拒绝靠关系生存，而整理雨伞的会员心中全是白日遇见的小狗，不自觉间绽放迷恋的微笑。次日，会员不自主地回到与小狗相遇处，回忆起那刻似陷入恋情，或是宿命，或是小狗的蓄谋。小狗再次如约出现，继续展开温柔攻略。会员言语拒绝，身体却坦诚相待，轻轻侧身，又摘下戒指。意外出现了一个意外角色，会员略带尴尬地说几句，便匆匆离开，其脸上的表情透着难言的窘迫。小奶狗的女友这才认出会员的真实身份。小奶狗意识到会员的地位后，目送他离去，心中悄悄酝酿着某个念头。就在这一天，有真正式开始在祝贺工作的银行分行的第一天。祝贺凝视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有真，眼中满载着难以言说的恐惧。他知道有真没有前世的记忆，但他直直的目光令祝贺感到心慌。当有真透露是因为捡到他的手机才认出他，祝贺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两人不由自主的感慨缘分的不可思议。虽然他们心中所想的缘分各不相同，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，祝贺都是有真心目中的理想。此刻他忍不住询问祝贺与手机壁纸中女子的关系。有真听到答案后，似乎有些心灰意冷。祝贺在工作时也总是不自觉地望向有真，现在的有真性格变得格外亲切和蔼，他总是笑容满面，与人交流毫无障碍，即便面对客户的无理投诉，他也能保持微笑。用餐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。回忆起前世的有真如何生硬无趣，祝贺买花庆祝纪念日也会遭到他的痛斥。他是一个易怒的人，随时可能暴跳如雷，这让祝贺意识到自己的恐惧，从而惊醒。他在内心深处不断提醒自己，现在的有真绝非过去的他。加班深夜，同事们纷纷点起提神咖啡，祝贺却为有真点了他偏爱的草莓奶昔。话一出口，他就感到有些冲动。下班时，有真骑行中不料撞上了晨跑者。确实，缘分有时候出人意料，夜跑者竟是祝贺的妹妹祝恩。初次见面，祝恩便对这位不速之客产生了亲切感。确实，前世的羁绊不言而喻。对于有真对祝贺的感觉，则更不必说。有真夜夜重复同一个梦境，梦见与一名男子相遇、相恋、步入婚姻，梦中总是在男主角露面前醒来。祝贺试图切断与有真的所有联系，向总部查询是否有代理职位的空缺，得知没有后，便编造关于有真组长的坏话，意图让他自行离职。看到有真毫不动摇，便开始刻意在工作上刁难他，无端挑剔。有真很快便识破了祝贺的意图。高傲的车祝贺见到前妻有真路过，不自主地跟随他身影。那条熟悉的街道唤起了他对往昔甜蜜时光的回忆。这时，祝贺手机响起，是父母突如其来的来访。这是结婚后父母首次拜访他们的家，而他们刚返家就遭遇了意外的冷遇。会员虽然惊讶，却依旧保持着得体的举止，但他的目光投向祝贺时，已带上了几分异样。婆婆一到，直奔冰箱开始检查，紧接着批评会员只在百货公司购物，不踏足菜市场，责怪会员挥霍无度。会员内心认为，这些不过是家庭日常开支，忽然多了2位不速之客，会员作为富家女，不免感到束手束脚。于是她上楼拿手机，准备为公婆订餐厅与套房。公婆却对此露出明显不悦的神情，在他们眼里，会员这是在催他们离开。祝贺一觉得会员的行为过于冒犯，抢过手机后立刻指责他失去了基本礼仪。对会员而言，即便是亲情也需要尊重私人空间，不宣而至才是真正的不敬。车祝贺是个典型的凤凰男，他明明知道会员习惯的优渥生活，却坚持认为家庭日常比起昂贵餐厅更显真诚。未曾意识到父母的意外造访对会员造成了压力，最后祝贺的父母只得在当晚匆匆离去，放弃期待在儿媳家受到尊宠的奢望。实际上，会员、祝贺和他的父母都没有错。接下来的对话恰恰揭示了这段不对等婚姻的问题所在。祝贺与会员的关系最终破裂，而祝贺在妻子深夜未归时，居然心思还在游戏上，对妻子的去向和安危漠不关心，直至次日清晨才电话哀求他回家。流氓再次光顾银行，意图找有真麻烦，中后挺身而出，想要解救，结果不幸被推倒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有真反应更为迅猛，一个过肩摔，将对方摔得彻底怀疑人生。有真的英勇表现让同事们目瞪口呆，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魄力，让中后对他产生了情愫。望着有真与他的兄弟们谈笑风生，祝贺心中也泛起涟漪。在 KTV 的欢声笑语中，目睹有真畅饮豪放，享受着派对的乐趣，祝贺的心头不禁再次回想起有真的责备，想起婚前那个总是笑容满面的有真，祝贺开始明白，谁造就了如今他都觉得陌生的怨妇有真。随着酒意上涌，祝贺看见一辆电动车直冲有真而去，他急忙呼唤有真，并一把将他搂入怀中。那一刻的有真完全失态，脑海里不断重复着祝贺呼唤他的那一刻。回家后，他向患病的母亲述说这一幕，不解为何一个短暂相处的同事呼唤他的名字会触动自己的泪腺。
心头充满了苦涩。他的母亲却只关心新口味的冰淇淋。而祝贺在回家路上，不自觉地来到了有真家的门前，凝视着那扇破旧的大门出神，正欲离去，却偶遇刚买完冰淇淋的有真。有真不解地询问祝贺如何知晓他家所在，祝贺只得支支吾吾，解释自己不小心走错路，心中暗叹，他们之间似乎有着不凡的缘分。话一落，他便准备告辞，但有真对祝贺所言的缘分半信半疑，他一直想要在那个路口询问他的真实想法，祝贺无从回答。而有真的妈妈对祝贺的称呼，险些让两人尴尬万分。祝贺惊讶于有真的妈妈竟然还记得他，有真羞愧万分，急忙澄清祝贺不过是同事。有真的妈妈不听劝阻，坚持将祝贺拉入屋内，还特意嘱咐他要好生照顾有真。临别时，有真的妈妈还将自家制的芥菜泡菜塞给他，并紧紧拥抱他一番。有真对妈妈的这份淳朴善良无言以对。在有真的解释下，祝贺才得知他的母亲1年前就已罹患阿尔兹海默病，而他1年前总是忙于工作，对有真漠不关心。有真原本想告诉他关于母亲病情的事，但看到祝贺那副不闻不问的态度，只能忍痛吞回那即将说出的话。知晓有真曾默默承受着许多苦楚，祝贺悲从中来，泪湿双颊。或许他真的懊悔了，但他也无力回天，对过往的遗憾感到无可挽回。正因如此，祝贺对待有真的态度彻底改变。晚上工作结束，偶遇有真登车回家，心疼他在银行累了一天，如今还得骑车长途，目睹他不慎跌倒，他心也跟着揪紧，便主动伸出援手，确保他安全到家。与此同时，他与妻子的距离也渐行渐远，谎言在他们之间不断累积。提着有真母亲赠送的泡菜回家，他对会员谎称是餐馆阿姨的好意。会员与年轻男子约会归来，却编造与教授共餐的谎言。他对年轻男子的自拍照片感到不安。祝贺为了加班中的有真，带上他喜爱的饭卷造访，却发现忠厚已经行动一步。忠厚把握机会向有真表露心迹。有真对忠厚的人品尚存疑虑，无法立刻答复。忠厚愿意等待有真的决定，但也坦言不愿等待过久。这是对现实中感情关系的真实描绘。门外的祝贺变得手足无措，无法想象亲友与前妻联姻的后果。祝贺的立场和态度由此可见，但忠厚确实已深陷情网。祝贺誓言要阻止忠厚和有真的关系发展，哪怕吃饭时也要不顾脸面闯入破坏。忠厚要求祝贺给出反对的理由，祝贺却哑口无言，难以抗辩。以他今生的身份，无权干涉两人的关系。更让祝贺感到绝望的是，忠厚与有真即将一同出行参加为期2天的培训。忠厚希望借祝贺的豪车。祝贺那天与岳父母共进晚餐时，心绪早已飘离了餐桌，脑海里回想着忠厚对有真的深情企图。祝贺无法释怀那颗焦躁不安的心，促他深夜搭车赶赴培训所在地，成功阻断了有真和忠厚的亲密接触。忠厚失去了黄金般的单独机会，悲愤交加，目睹忠厚与有真碰杯，置他于不顾。见到忠厚那不怀好意的微笑，祝贺庆幸自己的及时出现。因有真并不擅长饮酒，面对这般局面，忠厚只得依赖真心去争取有真的青睐，试图了解有真偏爱的电视剧类型。祝贺自认为洞悉有真，内心确信他爱看浪漫剧。然而有真的坦诚让祝贺的自信瓦解，祝贺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误解何其严重。3年的恋爱，5年的婚姻，竟未能让他真正理解有真的生活喜好。家中有这样易怒的妻子，他却未自省。而让有真泪洗面孔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未出席岳父的忌日，偶尔一次尚可原谅，但自结婚以来，祝贺每年都以工作为由缺席纪念日，不是因为害怕经理生气不敢请假，就是因为同事的升迁聚会或银行行长的就职。这只是有真悲伤泪流的冰山一角。他总自以为是家中最辛苦者，只需打理好自己，未曾想到有真不仅每日起早摸黑打理家中大小事务，还得辛勤工作，撑起家庭的经济重担，身后还需照料一位患有老年痴呆的母亲。相较之下，祝贺的烦恼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祝贺此刻终于深刻认识到，正是自己一手造就了有真的转变，心中不停地向有真默默道歉。看到他悠然苏醒，祝贺失去了直视有真的勇气，黯然启车离开。知晓真相的他不再有权阻止有真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在回家路上，祝贺偶遇那位令他穿越的老人，急忙追赶，希望找回重置一切的方法，但一转弯，老人的身影便消失不见。而另一方面，有真被祝贺的温柔举动所触动，感动之余，内心升起一丝酸楚。为了重温祝贺带来的感觉，有真主动引导他的手抚摸自己的头，不料这份微妙的亲昵刚巧被赶至银行的会员撞见。面对妻子疑惑的眼神，祝贺担心回家后的后果，只得谎称是在帮有真除去头发上的异物。有真则对会员的敌意，只能尴尬地打了个招呼，慌忙离场。而他的心中却有着说不出的隐痛，虽不愿承认，但必须面对。祝贺带给他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。祝贺带着负罪感回家，不断试图取悦会员。会员在选择信任祝贺的同时，也提出了警告，告诫他不要与女同事过分亲近，以避免流言蜚语。今日的忠厚在长时间追求有真后，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。有真被忠厚无私助人的行为所打动，
于是决定接受他的追求。两人自此确立了恋人关系。上职为庆祝忠厚脱单，建议一行6人共赴2日游。祝贺眼看前妻投入他人怀抱，心中虽有不忍，却决心不成为掣肘，依旧与会员一同出席了这次旅行。然而意外仍旧发生了，气候变化令有真夜里高烧不退，倒在祝贺怀里。祝贺见有真昏迷，才忆起他的体质特殊，寻常药物对他无效。清晨挨门挨户寻找特效药，回到时忠厚已带有真赴医。有真醒来，见男友因他受伤，心中充满感激。这次事件让新生的情感更加牢固。退烧后，忠厚携有真回度假屋，望着副驾驶座上沉睡的有真，忠厚细心地为他解开安全带。这一幕被祝贺偶然目睹，他不敢置信两人1日情深至此。祝贺曾决心不再干涉，想要逐渐接受他与他人的幸福。然而再见那一幕，他无法自欺，如痴如狂地寻找2006年的硬币，希望能重返与有真出狱的日子。但一切能否如他所愿？祝贺重寻那枚神奇硬币，回到了奇异的地点，却怎么也找不回那神秘的收费站。命运似乎在开玩笑，曾疯狂想断绝与有真的缘，悔恨来得迟了，把最后的希望放在那个地铁站的怪老头身上，跪地痛哭，恳求知晓返回过去的秘密。怪老头却只留给他模糊的话语，深刻认识到，并非每个悔悟的浪子都能翻身。他或许不完美，但重返伤痛的往昔，又能给他何种救赎？祝贺终于释怀对有真的迷恋，轻松地鼓励他和忠厚好好相处，却在真心祝福的同时，他的豪门梦落空，弃掉那唯一的穿越硬币，决定回到妻子身边，做一个顺从的丈夫。慧媛见丈夫复归旧貌，喜出望外，两人生活再度和谐，但幸福短暂。祝贺决心不再纠缠有真，但仍想弥补往昔。岳父忌日，他匆匆送去祭品，没想在避免有真目光中匆忙逃离，却遇到泪眼婆娑的他。得知有真母亲失踪，祝贺不忍他孤独，不愿在他最需要时刻背离，不得不向慧媛报备，边谎称同事母丧，晚归不能，然后陪伴有真至警局，共度难关。幸运的一切无恙，母亲平安回家。有真衷心感激祝贺，却只得深藏对他的情感。祝贺归家，因婆婆一通电话，遭慧媛冠上不忠之名。女性直觉不可小觑，慧媛立刻审查行车记录，揭露祝贺的欺瞒。昨夜并未吊唁，而是与有真相伴至晓。慧媛愤然质问，欲向有真追究。祝贺心知负疚，只得坦白婆婆失智走失的真相。慧媛贵气且直言不讳，夜不归宿助女同事，对妻子说谎，非分之想，着实不妥。夫妻争执难免发生，慧媛终归选择信任祝贺，免去找有真的麻烦。但此事加深了慧媛离婚的念头。祝贺接到妹妹祝恩的紧急电话，母亲病重住院，祝贺陪慧媛前往探望。慧媛匆匆几分，以保养为由匆匆离去，留下钱款，催祝贺快速离开。祝贺欲将母亲接回家疗养，却遭慧媛强烈反对，理由是照料病人繁琐不便，小事引发大争吵。慧媛气愤至极，选择步行去保养。慧媛未曾料到祝贺会独自驾车离去，祝贺的反叛出乎意料。是时候考虑改变了，祝贺匆匆前往医院，弃他于路旁，深夜不归，未及通知。通过短信告知需陪伴母亲于医院，富家女首次尝尽屈辱，威胁他若再如此，家门永远关闭。但他不知祝贺已非昔日模样，不复先前对他言听计从。慧媛连番追问，要祝贺出席新书发布，他的强硬逼出了祝贺的反抗。尽管住豪宅，却无权决定母亲的临时住宿。母亲出院，他不愿让妹妹打车带母回家。门当户对的婚姻让他对妹妹愧疚，此番决意反抗，亲自驾车接母归家。慧媛怒问祝贺为何不顾他的安排，却不料祝贺失望，婆婆出院，儿媳更在意的却是琐事而非病情。慧媛便称手术风险低，建议若忧心可付护理费给小姑。慧媛对亲情的冷漠，总是解决问题的心态，让祝贺首度感到婚姻的疲惫。不知他也对祝贺的改变失望，双方缺乏理解，恐怕难以共度未来。慧媛再次出走，夜宿他处，待丈夫上班后，她才悄然归来，凝视着那幅曾经甜蜜的婚纱照，心中涌起浓浓的失落。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顺从的伴侣，是时候画上句点了。他果断打包，连同离婚协议一并寄出，地址直指他的办公室。哥哥忠厚和上职尝试劝解，希望祝贺和解，妹妹祝恩却支持他决断，选择分离。他认为缺乏理解的关系终将走向尽头，人的容忍总有界限。作为妹妹，她清楚地看到哥哥婚姻中的辛酸，平日里豪爽的有真却异常沉默，他的眼神似乎透露出异样的情绪。这一变化也被祝恩注意到。祝贺试图挽回这段失衡的婚姻，然而面对决绝的慧媛，他也只能接受现实。离婚之日，祝贺职场上的风波也悄然而至。慧媛的父亲以提升业绩之名，推荐了一笔60亿的大单给他，银行经理信赖集团担保，未深入调查就轻率放贷，没想到却为祝贺埋下了隐患。而另一方面，有真的母亲竟自行描绘出那个能通往过去的神秘收费站，难道他也和祝贺一样，开启了另一段人生？这似乎解释了他一开始对祝贺的熟悉感。他的车祸成了他婚姻的转折点，
曾深爱的他鼓起勇气表白。在约会中，有真偶遇刚离婚的会员，他亲昵地挽着一位年轻男子。看来祝贺与那位千金的关系已无缘复燃，心疼祝贺的二人决定去安抚他，忠厚筹划晚宴。而对祝贺含情脉脉的有真，独处时他竟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，心情变化，往日的自然已荡然无存。夜晚，有真再度梦见那个甜蜜梦境，梦中与一个神秘男子坠入爱河，并步入婚礼。梦里，他首次听到他的声音，那么熟悉。次日，银行举行马拉松，有真边跑边回望，担忧宿醉的祝贺参加剧烈运动，担心他若未跟上可能遇险。旁人的话让他心神俱失，听说有人心脏骤停倒地，他逆流而上，焦急寻找，确认倒地者非祝贺，他这才松了口气。正茫然间，祝林突然现身，他眼含泪光，凝视着祝贺，悟出祝贺在心中的分量。与忠厚的交往，或许是为了忘却对已婚者的惦记。晚宴上，有真孤独的饮酒沉思。祝贺接完电话，见到了旁坐的有真，酒意朦胧，心绪不宁。于是他决定带她去公园走走心情。祝贺陪着略带孩童气的有真游戏，他们仿佛一对浪漫热恋的情侣。有真不慎跌倒，祝贺伸手相助，却被他突然抓住，让祝贺一时错愕。有真借酒壮胆，言语间颇为无厘头，却在话语中透露出真情。有真并不愧疚，因为他和忠厚早有共识。祝贺坚决回绝了有真的感情表露，但有真依旧追随内心，亲吻了祝贺。祝贺差点沉醉，但想到往昔的伤害，他选择独自一人离去，留下有真默默承受伤痛。祝贺走后，有真立刻想要与忠厚结束关系。忠厚表面泰然，提议分手后仍可保持友谊，但独自一人时，他却酒醉消愁。祝贺愧疚于朋友的失恋，他建议有真重新考虑与忠厚的关系，但有真坚决，再次向祝贺表白心迹。不料这一幕被巧听的忠厚偶然捕捉，常年的友情因此生出裂痕。祝贺内疚，无法与忠厚分享过往记忆，无法提供任何合理的解释。祝贺感到无颜再留于忠厚家，整理行囊，打算告别，却未料到忠厚仍让他留下。祝贺的抉择让忠厚也心中五味杂陈。在那个夜晚，有真再一次梦见那个30年如一日的梦境，这次的梦幻却异常透彻，梦境变为了一场噩梦。有真无法置信眼前的男人是追寻的祝贺，他深夜赶来寻求祝贺的解释。梦境之真切，让人难以辨真伪。见有真急切寻求真相的苦楚，祝贺最终决定坦白一切，从认识、相爱到步入婚姻的历程，不幸的婚后生活，意外重返往昔，以及他一意孤行切断与他联系的决定。有真始终不愿意接受这一切，祝贺的离奇陈述。然而回家后，患有失智症的母亲异常清晰地启发他，嘱咐他不要怨恨祝贺，因为祝贺对他和他母亲的关怀已足够。对祝贺的即刻熟悉与亲近感，不仅因为他正中他心意，而是两人纠缠不清的前世情缘。次日，心神不宁的祝贺决定向有真道歉，而决定在家休息的有真也需要一个答案：为何祝贺冷酷地放弃了家庭？两人巧妙地在街道两端重逢。祝贺平静无波地述说婚后的心路历程，害怕永远对峙如泼妇的有真，穿越之后才明白是自己的不负责任造就了有真的暴力之性，也悔恨未曾深入关怀有真。如今他所能做的只有跪求原谅。发现祝贺独自坐在银行门前的忠厚无法忍受兄弟继续沉沦，鼓励他跟随心生行动。祝贺夜晚孤独地守在银行，沉浸在与有真甜美往昔的回忆中。此刻他终于洞悉了自己的真心，下定决心不再逃避，要修复旧日遗憾与错失。祝贺决心向有真再次坦白心迹，他们重燃旧情，重新走到了一起。幸福的序幕才刚揭开，祝贺身上的职场危机悄然爆发。一位大客户在取走60亿贷款后消失无踪，祝贺背负所有责任，被总行即刻解雇。祝贺再度寻找那位能令他穿越的神秘老人，老人再次出示那份报到天降异象的旧报纸，告诫他还有一次机会穿越回去改写命运，一旦错过今日便无再来之日。但祝贺已经醒悟，绝不逃避现实。而有真则如失心疯般搜寻着祝贺，却不知祝贺已抵达海边，看似欲断绝一切，江山易改，性格难移。本可一通电话解决的事，他却选择关机，让有真如同迷失方向的苍蝇，四处盲目寻找。当有真终于找到他，他却劝他别再找他。祝贺为了不拖累有真，决定与他断绝关系。但有真经历千辛万苦寻到祝贺，怎会轻言放手？有真驱车直奔那个能穿越时空的收费站，在前往海滩之前，母亲递给了他一枚2006年的500元硬币，并向他揭开了所有真相。有真这才明白，母亲也像祝贺一样重启了生命的另一章。毫不犹豫，他将硬币投入了收费站。祝贺在听到有真那些似是而非的话时，就意识到他可能已经揭晓了穿越的秘密。紧随其后，他不愿因自己而使有真的人生再度陷入不幸。祝贺在关闸前一刻成功闯入，两车并行，共同回到2006年两人出狱之日。有真抵达2人缘起的车站，而祝贺为避免与有真再有交集，果断逃课。但有真最终还是发现了未至车站的祝贺，两人在追逐中意外发生，如祝贺初次穿越一般，经历坎坷后
二人又被迫返回现实。现在的有真尚未在祝贺所在支行工作，这次穿越也让有真改变了母亲的命运，使原本患痴呆的母亲成为了出色的销售员。回到现实的祝贺上班时，金建中后桌上摆放着的全家福，回想自己若未抢忠厚的出租车，也许就不会错过女友的飞机，错失挽留的机会。若非因自己导致有真分手，也不会孑然一身这么久。如今看到忠厚重拾幸福，祝贺感到些许慰藉，却不知忠厚与女友的美满也是因有真的辅助。在有真原本的人生里，他父亲因公出差错过体检，导致病逝。有真穿越回去，第一时间在机场拦截了即将出行的父亲，借着巧合目睹忠厚向女友表达歉意。有真巧妙地撞倒了忠厚女友的行李，为忠厚争取了求婚的宝贵时间。今天祝贺乘出租车回家时，偶遇老朋友，那个曾经古怪的老人已经转变为一个礼貌周到的出租车司机。原来他曾是位杰出的医生，因一场医疗事故而失去了一切。他也像祝贺一样意外穿越重生，但他对第二次人生的贪婪又让他落入了一无所有的境地。祝贺好奇地询问为何选他穿越，他回答这是天赐的惩戒，旨在帮助周围的人找到真实的自己，并激励祝贺去勇敢追寻属于他的幸福。祝贺深知自己的幸福是与有真共处，然而有真也因他变得不幸。尽管渴望与有真见面，他只能远远观望，以为自己的相思，但拥有前世记忆的有真怎会让祝贺轻易逃脱？尽管祝贺穿梭3个时空，仍旧保持着不变的渣男本色。明了有真的情感，仍向总部请求调离，逃避他的追求，在职位无缺时断然拒绝，各走各路。但重获的人生不容易再来一次，有真绝不轻言放弃，主动陪伴祝贺共进晚餐。下班后与他并肩回家，见到祝贺衬衫纽扣脱落，温柔地为他选购新衣。有这样细心的伴侣是梦中的美事。祝贺拿着新衬衫，不禁想到有真的温情，但思及自己给有真带来的苦楚，他更加坚定了与有真划清界限的决心。次日，银行经理擅自为祝贺安排相亲，有真得知后面露难色。祝贺离开后，他对同事坦言钟情于祝贺。在支行中，祝贺久负盛名，如今有美丽同事公开示爱，同事们纷纷支持，期待撮合，甚至特意组织了一次聚餐。然而银行经理的精心安排却引爆了祝贺长久积压的不满。祝贺当众拒绝了有真的情感，只考虑自己，未曾顾及有真的心情。愉快的聚餐氛围荡然无存，单向得爱若无回响，终究令人力竭。有真再次探寻与祝贺的关系前景，祝贺却陷入沉默。初时坚决拒绝，现在却又畏惧又渴望，一面不愿失去有真，一面害怕给他带来不幸。有真选择停止纠缠。次日夜晚，两人为商讨上旨与祝恩婚礼重聚。祝恩邀请有真，希望他明日能助一臂之力。有真在散步中向祝贺透露了出国深造的机遇，探寻祝贺对他决策的见解。祝贺心知有真寻求何种答案，但他的回答令有真深感沮丧。由此有真坚定了自己的决心，今后即使共同朋友环绕，仅保持工作关系。中后驾车邀有真同行至婚礼现场，有真因知祝贺同行而婉拒，两人恰与等公交的有真擦肩错过。未料此时一场意外悄然发生，祝贺目睹救护车驶向远方，猛然回忆起前世同一时刻的事故讯息，公交与货车悲剧相撞，有真正乘坐那公交。祝贺担忧有真安危，立刻掉头寻找，目击大货车司机疏忽驾驶，祝贺的喇叭警示未获得响应，为保有真性命，祝贺果断插入两车之间。祝贺的行动成功遏制了货车，再次提醒道路安全至关重要，行车需谨慎。这刻祝贺领悟，有真对他而言意味着一切不可再失去，人生苦与甜交织，未知哪个先至，关键是珍惜眼前。祝贺在赴公司途中重逢昔日初恋会员，会员如往昔般直言不讳表达大学时代的爱意，会员的表白就高兴一整天，坚定地拒绝了会员，他绝不会再次离开有真。隔日，两人共赴约会，有真偶遇大学同学，也是他的初恋善宇，目睹二人公开的亲密举止，祝贺心中不悦，醋海泛波，自责内心，知晓一切皆因自己改变了相遇之初。有真的初恋因此转移到了别人身上。善宇得知有真在银行任职，毅然决然联系银行经理，坚持将自己分店贷款业务托付给有真处理。一番查询，惊觉初恋竟是著名泡菜大厨，油然而生的挫败感。有真察觉祝贺情绪低落，提议明日拜访他的住所。祝贺为迎接有真的来访，家中布置的一丝不苟，井然有序，还精心制作佳肴，以待有真品鉴。未料浪漫气氛正浓时，善宇一通电话打乱了祝贺所有的布局，而且电话长达近1小时。此情此景足以让任何男性心生不快。祝贺表明了自己的不满，祝贺此前的抱怨有真尚能接受，但最后这句话却是他所不能忍受。次日，有真初恋邀请支行同事享用免费晚宴，虽是宴请之名，实则别有用心，寻求机会靠近有真，并计划告白。祝贺见有真喜出望外，再次心生醋意，编造理由晚上不参加聚餐。有真气愤地在他面前夸赞初恋的慷慨与能力，祝贺濒临失控，差点说出家乡话。果然
晚宴接近尾声之际，有贞的初恋毫无遮掩地流露出对他的情感，有贞变得越发不安。他担心初恋会当众向他告白，在有贞不知如何是好时，祝贺接到忠厚的通知，匆忙赶到现场，紧握有贞之手，众目睽睽之下宣布他们正处于交往中。作为朋友，忠厚为祝贺的幸福感到欣喜，而作为有贞的初恋，此刻的表情无比精彩，在尴尬中也只能祝福他们。3年后，历史重演，祝贺和有贞育有2个孩子，历史的轮回让人惊叹。二人再次因孩子夜间的搅扰而苦恼，就如往昔，祝贺与有贞被闹钟唤醒，忙碌仍是日常，但本次有所改变。曾经的祝贺自私至极，为了上班不迟到，对家庭漠不关心，现在的祝贺却变得无比体贴。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穿衣，有贞整装待发后，两人交替照看孩子，接着一同送孩子上学，共赴工作岗位。婚姻生活不无小爱，关键是共同进退。3年后，有贞凭借杰出能力被提拔为组长，祝贺曾为了躲避有贞的关系，屡屡错失升职机会，职位一直未动，遭到不谙世事同事的戏称为永远的副手。有贞心怀忧虑，却不断的激励祝贺，担心他心生怨气。祝贺表面上似乎波澜不惊，但心底深处却是极度沮丧。与此同时，忠厚和妻子的婚姻也显露出裂痕，小事即引起夫妻间的频频争执。妻子忙于照料2个孩子，无法外出工作。忠厚晋升为组长后，工作日益繁忙，每日工作至晚，早出晚归成常态。早出为了工作，晚归却是为了应酬。祝贺见证忠厚的经历，犹如重温自己的过去，担心他不自己后尘，不幸重演，只得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劝导迷失方向的朋友。次日，祝贺面临一次关键的职位晋升培训，未料到久未相见的大学同学突然组织聚会，有贞原本打算与祝贺同去，却遭到他的断然拒绝。他声称会短暂露面后立刻返回复习资料。祝贺回家沐浴之际，有贞却意外翻出了他与同学们的合影，惊见照片中还有他曾经的初恋慧媛。随着岁月流逝，慧媛似乎愈发年轻美丽，有贞心生嫉妒，误以为祝贺之所以如此执着，仅为了见初恋。夫妻间的冷战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。祝贺在前往培训前试图解释，但气愤之下的有贞拒绝交谈。这一幕宛如他们人生初期的重现。祝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，心想有贞是否将再度变得易怒，心怀忐忑地度过了考前培训。考试前1小时，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孩子的幼儿园老师急促地打来电话，焦急地询问接孩子的人何在。老师有急事，不能长时间等待。祝贺联系有贞，却迟迟无人应答。忠厚开会未察觉到祝贺的来电，就在有贞准备下班时，一位老妇人在银行昏迷，有贞急忙将她送往医院，忘了接送孩子，直到看到祝贺连番短信和未接来电，才意识到事态严重。这便是角色互换，设身处地的理解祝贺所遭遇的，正是有贞曾经历的种种。当有贞回拨电话时，祝贺决定放弃晋升考试，以去接孩子。万幸，一切并未太晚发生。在焦虑的等待中，祝贺看见了希望之光。有贞及时赶到，接走了孩子。祝贺在考试开始的最后一刻抵达考场。祝贺顺利实现了职位的跃迁。有贞为庆祝，购买了祝贺喜爱的游戏机。虽然规定限制每日游戏时间，但祝贺的幸福满意。对他而言，夫妻间相互支持、理解与宽容才是婚姻的幸福。